好，看完韩国，我们下一站来到日本哦。在日本，这个冬粉可是有一个非常诗情画意的名字啊，我们叫冬粉是冬天哈，但是他们是春天春雨啊。好，今天王总也帮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一碗叫做日式豚骨春雨，对不对？请问那个跟春天真的有关系吗？它是这样子啊。冬粉在以前，在很早以前的，在日本是叫做豆素面，素就是素食的素，是啊，吃素的素，素食面。那他们日本后来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哈鲁沙美春雨。冬粉呢，细如丝，好像春天的雨，细细的，很浪漫。对对对。那这种跟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台湾的华人啊，也常常把冬粉啊，也有类似这样的称呼，我们叫做马尾丝。马的尾巴细如丝，细细的马尾丝。因为哈，这个日韩他们这个冬粉啊，越来越年轻化，他们也都是越来越年轻化。那这个冬粉它有个特性啊，就是吃一点就有饱足感。它这个又是低卡啊，不会发胖啊。那日式豚骨呢，在日本已经流行很久了。这个广为人知啊，这是日式这个。其实这样其实应该蛮好吃的。那除了日韩之外，其实我们东南亚也很喜欢吃冬粉了哈。像我就比较知道的就是，老师今天要帮我们带来的一个粤式炸春卷。对，它粤式炸春卷，听说以前好像只有皇宫贵族才能吃得到。对，以前因为它里面也是包了很多料啊，这个有虾，有这个新鲜的蔬菜，所以是比较算高档的食物。但是后来的话呢，就慢慢的就普遍化了，变成这个越南最受欢迎的一个小吃之一啊。对，还有它的生春卷跟这个炸春卷啊。然后吃这个炸春卷里头的料会包括哪些？它里面啊有这个鲜虾啊，然后当然有很多大量的粉丝。然后它还有一些这个肉类鸡肉啊，然后它这里面你看大家就可以看到，然后沾它的鱼露吃啊，鱼露有时候放点辣椒，对，一定要加鱼露，对不对？才对味。而且最主要它这个外面包的这个是米的纸啊，然后那个所以吃起来口感跟我们一般用春卷皮做出来的不太一样。那这个里面的粉丝啊，跟我们台湾的粉丝就比较接近了。那当然，台湾的粉丝种类很多，刚刚也讲过，厂牌很多啊。但是中农的是我一直30几年来一直爱用的这个中农粉丝啊。像去年这个他们南钢的这个新厂落成的时候，那很多现场的这些长官呢，他就说这中农粉丝呢就好像是粉丝界的台积电啊，是可以有正国的作用啊。我对这个话我非常那个印象深刻，对，是粉丝界的台积电，可以显示说这个在粉丝界里面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哈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当然也知道，就是说除了遍及亚洲之外，好像也要推展到欧洲市场嘛。今天还带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料理啊，听说叫奶油粉条，这是怎么样的设计跟概念？对，那这一个哈，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它是基本上是奶油，就是玉米脆片啊，它玉米脆片基本上它玉米脆片加上这个牛奶啊，那就是我们一般cereal啊，其实上加牛奶。对，那但是呢，对大家很习惯，但是呢，我们又加了一点冬粉，冬粉呢吃了以后呢，它会有饱足感它有饱足感，好，然后又没有负担，是啊，我们也就是蛮颠覆我们一般的想象，冬粉它一定是这个咸的啊，它不光只是奶油原味的，我们还有这个奶油玉米的，啊，还有这个奶油椰子的，啊，还有这个奶油拿铁的，是不是有一种心愿，就是希望把粉丝文化拓展到全世界？是这样子。对，是。安强老师平常都是中餐，对不对？您这个实在太会做中华料理了，帮我们尝试一下，帮我们评鉴一下这个西式。对，它的粉丝还是一如既往的 Q 弹。那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 cereal， 我早上有的时候就拿牛奶加 cereal 吃啊，所以看到这个我觉得不陌生，跟口感味道很好。其实现在很多的创意料理，对不对？可以添加很多的巧思在里头。我相信加了椰浆也很好吃啊，因为它的味道跟椰浆也很合。是。
那安琪老师最后是不是帮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些提醒？就是说，当我们要处理这个粉丝料理的时候，有哪些提纲挈领的在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哪些是需要注意的事项？好，这个粉丝呢，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泡它啊。有的人赶着着急要下锅，用热水泡，热水泡胀它的膨胀率已经达到饱和了，所以它再加任何材料，你去做蚂蚁上树啊，或者做一些粉丝料理的时候，它都不能够吸那个汁。好，所以我们泡的时候呢，就是用温水或者是稍微凉一点的水来泡。那然后粉丝的东西呢，也是要泡了之后呢，赶快吃啊，不然的话它会膨胀很多，就失去了它的口感。是，哎，好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来到现场，那么稍待一会儿我们再回到提观点喽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加入，我是庄开文，我在提观点，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喽，拜拜。